旺仔都知道打台球是需要走位的，可为什么每次你一想走位就打不进球？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一定要经过部位独立训练，也就是说训练不同部位独立动作的能力。首先是手架，手架支点的高度决定白球的旋转状态和旋转强弱。手架放的比较低，低杆旋转就强，向后跑的就多。手架在趴下时调整好高度后，需要微微的绷着一股力量，才不会在你出杆时松垮掉。手架的独立训练可以在平时没事的时候放着手架在旁边，做着其他的事情，比如说吃饭之类的。过一会儿如果还没有松垮掉，说明基本上已经独立了。其次是出杆方向，这个由大臂负责。有人就会问了，不是应该小臂负责吗？其实不是啊，小臂的摆动是不是永远是朝着肩关节的方向摆动的？所以在趴下来时，球杆对准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大臂方向对准的过程。对大臂的独立训练，可以像这样找一个直球，去感知大臂的方向对准进球线。趴下去以后不用运杆，微微绷紧一点大臂的肌肉，使大臂能锁定住这个方向。连续的打几颗后，直到大臂的方向感越来越清晰，此时大臂的独立也训练的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就是训练入位前的准备，分别是力量、击球点和方向。这颗球角度比较小，想走到这里，力量就要比较大。预备好力量以后，打中低杆就能顺利走到黑球中袋。这颗球角度比较大，想要走到这里，就要力量比较小，用纯低杆。同样也需要提前预备好力量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巧，可以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个视频。下课。旺仔，你是不是总找不准角度球的瞄准点，趴下去头脑空白，总是打不进球？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假想球瞄准法，科学的训练出假想球的感觉。什么是假想球呢？就是想象出来的白球。当白球接触目标球时，两颗球心的连线就是目标球的运动方向。假想球向左，目标球就会打到右边；假想球向右，目标球就会打到左边。所以当假想球和目标球球心指向袋口的最佳进球点时，才能够将球打进。新手在判断假想球位置时，需要注意两个维度。第一，连线。首先找到袋口最佳下球点，接着再与球心进行连线，同时感知这条进球线的体积宽度。第二，顺着这个体积宽度向后复制一颗球的大小。这两步其实都不难，难就难在这颗假想球要向后多少呢？到这里可以吗？明显不对嘛，两颗球都没有接触上。那这里呢也不行，需要再向后移一些。所以新手在初期训练时，可以先拿一颗真实的球放上去，人再站在白球的正后方，去感受假想球该向后多少距离。此时的这条路径就是最佳的进球线路了。只要将球杆放到这条线上，就能将球打进。接着再训练各种不同的角度，直到大部分的角度球都非常熟悉假想球的位置后，你会发现基本上就不需要假想球了，它球心所在的位置就会直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点，这样你出杆就会更加具有目标感。下课。旺仔，台球中5个控球小技巧。技巧1：借球停球。有些角度球正常击打是无论如何都停不住球的，但是如果刚好有一颗球在篮球的90度分离线路附近，就可以找他借一下。那他不借咋办呢？滚！球如果在分离线后面，就加一点点低杆；球如果在分离线前面，就加一点点高杆。当然，球如果刚好在分离线上，就直接击打白球中心点就可以了。技巧2：杆法减力。当遇到角度稍大的球，撞击后白球会自然产生分离力量，即使目标球刚刚好够力进袋，白球也会跑得很远，导致黑球不好打。此时如果用一个低杆的杆法，白球就会带着刹车的效果，不会跑那么远，刚刚能走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3：非正常人控球。这种球型正常人会怎么打？这样帅吗？应该这样，高杆击打，瞄这里，注意看。技巧4：力量控球。这种球想要走位黑球其实很简单，正常推进，白球就会向前滚动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白球这种滚动的能量来自于摩擦力给白球带上的旋转，很容易理解，所以只要力量小就可以。但是如果目标球距离较远，小力推球其实很容易会变线，导致打歪了。这时就需要用到技巧5：杆法控球。击打母球上方一点点，主动给白球施加一点点向前的旋转，打出来的效果也可以和小力推球的效果一样，但是进球就会变得更加稳定。下课。靓仔，什么是瞄准节奏？记住这句话，由远到近，先是看袋口进球的位置，要进左、中还是右。如果是直线球，从进球位置连线出来，穿过目标球球心，继续延伸进球线，再穿过白球球心，从而确定手架支点该放的位置，放上球杆进行运杆。
动态确认球杆始终在这条线上，准备出杆时不看白球，看着目标球的进球点，缓慢蓄力回杆，感觉有力量了以后，果断将球杆推出。角度球的瞄准节奏也基本一致，看目标带，连线目标球球心，唯一不同的是将这条线要看成一个有宽度的2条平行线，这就是目标球进球的体积路径。顺着这颗球向后延伸出1颗的位置，这颗想象出来的球心就跟刚刚讲的直线球没有什么区别了，再与白球球心进行连线，最后确定手架支点的位置，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目标点上，果断出杆就能将球打进了。当你学会这个瞄准节奏后，当你训练10个小时后，当你训练100个小时后，下课。靓仔，大角度薄球是台球进阶技术必须突破的一道坎。通常这种球不是打厚就是打薄了。每次在瞄球的时候呢，都会心里发虚，找不到进球点。也许是你的瞄准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了。大家先来看一下这种小角度球，袋口的容错空间比较大，趴下时都是以袋口中心作为目标点，即使打偏一点也都能进。打左边袋角同样也能进。可换成了大角度薄球时，很多人还会以袋口中心作为瞄准点，结果一定就是打厚了。我们换个视角来看一下，当我们对着袋口中心去瞄准时，由于台球是有体积的，边缘会因为蹭到裤边而打不进。我们再换到目标球运动方向的视角上来看一下，袋口中心已经几乎一半被阻挡住了，所以实际的进球点在右侧的袋角上。我们现在示范一杆，慢动作再来看一下这个视角。你看目标球是不是蹭着袋角进去的？第二，关于力量和杆法，其实任何杆法都能打得进，主要看你这杆需要怎么校位。像这一杆的话，就需要用低杆减速，用右塞来校右边的黑球。但对于新手而言尽量去使用中杆或者中高杆进行击打，力量一般用中力就可以了，会比较容易进，因为台你有顺力毛。如果小力低杆的话，则对击球点的精准度要求非常高，新手往往后手不稳，如果不小心打出了右塞来，白球会带着一点点弧线，而导致目标球打不进。所以在出杆不稳之前，反而用中杆力大一些，更容易进球。靓仔，你学会了吗？下课。靓仔，你有没有见过高手在出杆前都会有一个后停的动作？难道是这样看起来比较帅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后停对你的技术稳定性有什么帮助。当我们趴下来进行瞄球运杆时，大部分的注意力都会在母球的击球点上。如果一回杆就马上出杆，视线焦点还没有来得及转换到目标球的进球点上，球杆就很容易失去目标点，导致出歪了。如果回杆时停住球杆，视线焦点就有足够的时间集中在进球点上，引导球杆朝目标球发力，整个出杆也会变得扎实通透。第二个好处，让动作更有节奏感。没有后停习惯的人，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杆，运着就出去了。正确的是，在瞄准好后，不紧不慢的回杆停顿，脑中在预想着出杆时的动作顺序，大臂、小臂、手腕，接着去执行。完美，久而久之，动作的执行能力越来越强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下课。